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我的第3期的节目，也是我第一期和我的朋友们见面，感到特别高兴。我不知道今天应该带给大家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想了想，按照我们北美，特别是我们加拿大人的习惯，小伙子们约着出门去玩的时候，都喜欢把帽子戴上，戴上帽子约着朋友们相会，这是一种礼遇。所以今天我和你们第一次见面，我也戴上了帽子。我想跟你们说，我们出去把帽子往上抬一抬，就表达了我们相互的问候和第一次见面。你好，博入。今天呢，我就讲讲关于帽子和我们的写作，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怎么说呢？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们中国人是不戴帽子的，很少戴帽子。我在国内出生长大，从来没戴过帽子。我现在的记忆当中，从来没有戴帽子的记忆。想了半天，只想起来在我小的时候，大概5岁的时候，曾经有一张戴过帽子的照片。那个时候是在一个照相馆里，跟里边借到的一个海军服，戴着一个海军的帽子，飘着2个带子。这是我一生当中留下的戴帽子的在中国的照片。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打死不戴帽子，这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有关。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来到加拿大，我发现这里所有的人都戴帽子。戴帽子好像是这里的一种文化。我们中国人到了这以后呢，仍然不戴帽子，因为我们有一种情绪，觉得这个帽子戴起来好像不太适合我们，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脸长得跟西方人不一样，他们是瘦长的，我们是圆圆的。但是在这加拿大生活那么多年以后呢，我发现帽子是需要戴的，因为天冷了，而且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在这里生活时间长了，我们也要戴上我们的帽子。那么作为帽子来讲呢，今天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在西方人的心里边，帽子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礼遇，是一种习惯。而我们中国人呢，帽子只是一种封建的等级和一种民间的习惯。那么我就想说一说，那么对帽子有一些什么说法呢？我的感觉当中，人们对帽子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所谓的帽子就是给不同的人戴不同的帽子。中国人有句话，讽刺的话说，给你戴绿帽子，大家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通常的说来，普通的人总是戴有颜色的帽子，深色的帽子。那些事业上不成就不好的，那些失败的，都喜欢戴一些黄帽子。那么那些在监狱里的刑犯呢，通常戴纸帽子。当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那些高官，特别是封建社会的那些名人，他们戴的帽子都是金冠的帽子。所以帽子的象征性是非常强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一个印象，一般的说来，帽子是一种象征。对于艺术家来说，戴帽子的不少，他们喜欢
戴一些圆圆的帽子，用泥做的帽子，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尾巴，特别是那些画家，那些艺术家。而对于作家来讲，我发现戴帽子的很少，我几乎想不起在我生活当中的中国作家有谁喜欢戴帽子，真是想不起来。所以这就是一种文化。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关于帽子在我们中国并不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关于帽子的传说，帽子的歇后语，以及作家对帽子的一些说法也是很多的。比如我们就说给帽子戴在袜子上，这种说法呢就有了很多的意思。脚上戴帽子我们叫乱了套，鞋子梦见帽子我们叫做想高攀，上街买帽子我们叫对头，草帽端水我们叫一场空这样的说法也是很多的。那么为什么作家不戴帽子？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但是我敢说，作家不戴帽子的事儿可能跟作家的脑袋和他的写作有关系。这怎么说呢？就是说画家他的画是一目了然，大家可以看到的，画家的戴帽子和他的噱头是和画混为一体的，所以画家戴帽子那是噱头，那是艺术。那么作家呢，是把他的所有的东西写进字里边的，是用文字表达的。他的噱头呢是在文字里，他看上去可以斯斯文文的，但他的内心是一个炸弹，所以他不需要帽子，他的帽子是在他的文字里。这是我一个非常浪漫的想象。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关于帽子呢，在西方的很多作家里边都对它有非常详细的评述，很多人的作品都会谈到关于帽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法国有最著名的小说戏曲家沙列尔·贝克特，他在1969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最著名的戏剧《等待戈多》有一句最著名的格言，这个格言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说，他不戴帽子就无法思想，不戴帽子就无法思想，这是他的格言。他也创造了欧洲的荒诞戏剧的开始。他的话剧《等待戈多》只有两场戏，这两场戏只有5个演员，这5个演员在戏台上没有矛盾也没有冲突，只是有一些荒诞的对白，这些对白要表明什么说明什么也不清楚，而剧作从始到尾到最后是重复的，开始和最后是一样的。这使得很多研究戏剧的，特别是戏剧爱好者感觉到这个戏剧的荒诞。但是作为作家贝克特，他对这个事儿表示了一种沉默的态度，他不给他回答，他不向大家回答原因是什么，所以他开创了荒诞话剧的开始。而这个荒诞话剧的开始，他的著名的格言就是他不戴帽子就无法思想。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这个戏剧和这句话连起来，就会感到非常的精彩。再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过的一个最著名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一个细节了没有？这个电影上无论是住在1等舱的
高权贵人，还是住在三等舱的穷人，所有的人几乎都戴着帽子。如果你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不是你应该观察一下，是不是有没有不戴帽子的？所以这就说明了一种帽子在人们生活当中的价值和一种文化。当然作为中国来讲，我刚才说了，中国的作家是不戴帽子的，很少有戴帽子的，我没见过。但是中国有一位诗人是戴帽子的，而且他始终都戴着帽子，不仅戴帽子，而且他的帽子戴得非常的奇特，那就是著名的诗人顾城。大家都看到顾城的帽子很奇怪，长长的，高高的。一些研究学者说，顾城戴帽子这是什么意思？他是表达的什么内容呢？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顾城戴帽子，他的帽子是象征着长城，高高的长城，象征着他在海外对祖国的、对故乡的思念，所以他的帽子是高高的。也有人说顾城的帽子是白色的，为什么是白色的呢？是因为他的情节、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是纯洁的，所以他用一片白表达了他的脑袋的纯洁。当然也有说他的帽子是用裤头做的，是用裤头绞下来做成的。他的情节和他的思想是表达了一种反叛，就是对生活、对世界的一种反叛精神啊。这没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但是说法是很多的。但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也有人说顾城脑袋上有个包，所以他总是戴着帽子。他戴帽子是因为他对自己一点不信任这是我读到的中国这些作家当中唯一印象深刻的戴帽子，而且戴得这么奇特，而且有那么多论述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讲到帽子这个事儿，大家感到很好玩吧？确实是这样。我出国以前没戴过帽，出国以后几十年过来，我现在可是天天戴帽。为什么呢？因为起初我觉得帽子很难找到我们中国人戴的帽子。后来我发现在这里有很多渔民，像很多非洲的渔民、南美的渔民，他们都戴帽子，他们的头型很像我们。最初我也戴过像橄榄帽这样的帽子，沿头弯弯曲曲的这种，非常难看。现在我知道了，我的帽子，我们亚洲人的帽子，我们中国人的帽子要买的圆一点，帽檐要平的，这样我们戴上去也是挺好看的。帽子戴在头上，这是我出国以后的一个新生活，说透了也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象征。以前我是不戴帽子的，后来我出国戴了帽，而且我戴着帽子回了国，很多人就说你好像不是国内的。我说为什么呢？我说我长得跟你们一样啊。他们说不是，看你戴帽子我们就觉得你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没说错，因为我戴了帽子，在整个气质上发生了变化。而且中国人戴帽子也要学习，比如说帽子要稍微歪一点，不能太直太正戴起来就不很好。帽子有学问，帽子是一种文化，帽子也是我们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所以今天首次和大家见面，讲讲礼遇，讲讲帽子，也讲讲我们
朋友相见时的第一次见面，帽子抬一抬，向你问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你。